真是斗智斗勇啊！哎，这个迎击打非常好的，门儿都没有，有机会。哦，哎呦，效果给我瞄准了打，风马不要过来！连续打中了。中国山东猛将又打废2位世界冠军，这已经是他打废的第16位世界拳王。不得不说，曹鲁健打外国冠军是真的狠。英国泰拳世界冠军来滑踢馆，结果被曹鲁健干脆利落2拳打断肋骨，疼得他嗷嗷惨叫，痛苦不堪。肋骨被打断的同时，大腿也没保住。曹鲁健的大腿就跟混凝土一般坚硬，轻轻松松就把英国泰拳世界冠军打服了。他的下场是很多外国冠军的缩影。看到他的惨状，完全可以联想到其他入侵者的模样。简单介绍一下曹鲁健，他是国内除了方便以外最顶尖的散打选手，连续蝉联了9年山东省散打锦标赛冠军。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曹鲁健的武术根基究竟有多深厚。他的对手是英国泰拳世界冠军奥戈勒斯。其实他并不想来滑踢馆，因为奥戈勒斯内心非常清楚来滑踢馆的后果。碍于他是美国最忠实的小老弟，看到美国大兵在中国擂台被打得嗷嗷惨叫，奥戈勒斯接到上级命令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来到了中国擂台，是要打败曹鲁健，为美国大兵一雪前耻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曹鲁健的精彩表现。白色短裤是中国勇士曹鲁健，黑色短裤是为美国出头的英国世界冠军奥戈勒斯。那么说是在这个是他的前任的名将，而在现在这个级别当中，现在是曹鲁健脱而出的一名新星。你看他的这种他这个扫踢动作和练泰拳的是不一样的。连续的鞭腿。曹鲁健的身高非常的高，达到了1.88米。这个上了擂台之后的曹鲁健没有任何废话，拿着亚历山大的重拳就开始疯狂输出奥戈勒斯。别看此时的奥戈勒斯很坚强，没有倒下，其实他的肋骨已经受到了损伤。照这样打下去的话，不出一个回合，奥戈勒斯就会被曹鲁健打趴下。没有这么大，那时候打75，现在改成打80。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。在之前的风马奥戈勒斯的比赛当中呢，风马的身高是一个起到作用了，连续打中了，攻击了同一个地方。曹鲁健打得非常轻松，简简单单就把来滑踢馆的奥戈勒斯击倒了一次。面对裁判的读秒，奥戈勒斯内心有10万个草泥马路过，他根本没想到曹鲁健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大，也没想到曹鲁健的爆发力来的竟然如此之快。抵抗力，看曹鲁健能否扩大战果，连续的打得太口拳，连续攻击肋部。现在这个成了对方的软肋，对，这成软肋了就是软肋，这真是软肋，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。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住这个地方，但是很难。你看那个英国的奥戈勒斯这在泰国比赛里面，想为美国大兵出头的人多了，像奥戈勒斯这种不怕死的小绵羊，不知道曹鲁健一年到头需要打败多少个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奥戈勒斯的泰拳技术显得十分渺小，甚至连最基础的泰拳招式都很难实施出来。那是因为曹鲁健一直把距离控制得很好，根本不给奥戈勒斯合适的输出机会。曹鲁健这样聪明的，对，加强要腿法的进攻，要上头，因为你身高1.88米，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头动作。这场比赛曹鲁健可以说在身形方面还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尽了优势。这个开局很好。曹鲁健的3板斧给奥戈勒斯制造了巨大威胁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奥戈勒斯也算是找到了合适的进攻机会。不过曹鲁健的反应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他根本不给奥戈勒斯缓冲的时间。只要他敢打出主动进攻，那么等待奥戈勒斯的将会是一连串的组合攻击。打中了曹鲁健。奥戈勒斯的内围战呢还是非常的独到，但是呢，曹鲁健大开大合，并不给奥戈勒斯机会。这很浪费体能的呀，曹鲁健。你看，右手上勾拳，你看没有？又打一个上勾拳。这倒计时还有10秒，不管怎么说，奥戈勒斯也是英国的泰拳世界冠军，没点真实力的话，他也在英国擂台混不下去。要不是接上了上级命令，奥戈勒斯才不会作死来滑踢馆。既然来都来了，曹鲁健必然会借此机会展现一次杀鸡儆猴，打败奥戈勒斯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警示那些外国冠军，来到中国擂台踢馆的下场没有太惨，只有更惨。腿也很重，是的，这个时候奥戈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，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踢的砍击，那边已经都红了。是的，现在曹鲁健就低扫踢完的时候，一定要加强你的后手的后控制。曹鲁健突然的战术转变，让奥戈勒斯有点措手不及，连续的扫踢彻底让奥戈勒斯明白了中国功夫的恐怖。
上一回合曹鲁健还在用频繁的拳法攻击他，结果到了下一回合就突然转变战术，打了奥格勒斯一个措手不及。不了这个选手，这是充分反映了一个我们就叫一个杀手气质，一旦是看到了胜利的可能，马上进行追击。对，而且都在同一个位置上。是的，刚才拳的打肋，现在在攻击自身腿。原来都是8人攻击的选手，你看他的这种打法和白敬斌。这一次胜利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开始。接下来这位选手才是曹鲁健真正的敌人，他叫丹尼尔，来自新西兰。泰拳出身的他在国际擂台取得了10分优异的成绩。看到好哥们奥格勒斯被打了个人仰马翻，第一回合险些都没撑过去，丹尼尔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曹鲁健，是要亲自打败曹鲁健，为奥格勒斯一雪前耻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曹鲁健的精彩表现。中呢，我们作为中国选手能不能够保持自己的全胜记录，我们确实还是给予期待，拭目以待。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心态。比赛嘛，不到最后1秒钟啊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。是。来自新西兰的选手，年龄33岁，身高1.85米，体重是85公斤。这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。来自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，年龄27岁，身高1.88米，体重也是85公斤。曹鲁健可是来自国家散打队，武术散打的根基自然是不能小看。真要是在擂台上没有打败外国冠军，那么曹鲁健也不会被入选到国家散打队。刚经历过一场大战的曹鲁健，自身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紧接着又迎来了一场硬仗。丹尼尔算是擂台上的莽夫，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。王选手年轻小将，他在比赛中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，稳扎稳打。没有错。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，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交叉拳法，对，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的优秀。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，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。曹鲁健在丹尼尔面前就像是一个巨人，身高足足比丹尼尔高出了10公分左右，再加上曹鲁健最擅长的是中远距离对抗，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来进行试探，曹鲁健便可把丹尼尔当成玩物一样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世界冠军又如何？泰拳世界冠军又如何？在曹鲁健面前，什么冠军都不好使。我觉得双方呢内部定的这个目标就是 KO 拿下 KO 对手。打挺。看看双方这场的表现，曹鲁健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，获得了胜利。这一次参加的是王者之战。漂亮，还有一个拳法的变现，机会来了，非常主动的一次。实在顶不住压力的丹尼尔会实施一次搂抱。搂抱这个行为并解决不了实际性问题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。无论丹尼尔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或者防守招式，他都有点打不过曹鲁健。毕竟曹鲁健的武术散打的进攻招式极具有杀伤力，并不是一般人能都抵挡住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呢，作为这个新西兰选手啊，他确实他的功力非常的这个强悍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他这个打动作预兆比较大，大开大合。就是提前的这个预备是比较明显。我们经常讲的这拳击中国术语叫打电话，就是你拉开架子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，就是我要做动作，我要打你了，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嘛。别看丹尼尔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其实他内心害怕极了。简单1回合的对抗就把丹尼尔吓了个半死，再加上曹鲁健是属于前期作战选手，基本上没有任何试探，直接就是火力全开。到了第2回合的曹鲁健也没有闲着，时时刻刻都在给丹尼尔施加压力，试图以巨大压力压垮丹尼尔，保证得立于不败，不出现什么明显的纰漏。果然，第2局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·杰梅，不停地找到曹鲁健的破绽，真是斗智斗勇啊！这个迎击打非常好，好的，有机会，注意效果。从曹鲁健的表情中不难看出，打败丹尼尔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甚至曹鲁健都没有使出全力，丹尼尔就被击倒了一次。重新站起来的丹尼尔满脸不开心，看来他要开始怀疑人生了。这是非常难煎熬的这一关，现在没别的，就是狂轰乱炸，乘胜追击。对方也非常聪明，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。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不管怎么讲吧，这个重击啊，谁难受谁知道。对，打在谁身上谁疼。因为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，它是连续重击，所以呢，我想着这种压力也就可想而知的。
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。丹尼尔已经开始瞎胡搞，所打出的进攻一点规律都没有，甚至连基础进攻都触碰不到曹鲁健。然而曹鲁健的进攻却能一五一十的命中丹尼尔，实在没办法的丹尼尔就开始搂抱。真要是丹尼尔识相的话，或许弃赛投降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拉开，对，哎，拉开距离，拉开这个角度。就像您说的，还是不能轻视对手。所以这个技战术方面呢，要恰当的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掌握战术变化。好，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非常应该说呢，这个比赛曹鲁健获得了比赛胜利。其实曹鲁健最擅长对攻世界冠军，要是对手没有硬实力的话，曹鲁健打的会有点力不从心，从而失误输掉比赛。真要是和世界冠军打的话，那么曹鲁健坚决会拼尽全力认真打，以此来维护中国搏击和中国功夫的最大权益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曹鲁健打几分？